trading places. Angels with some dirty faces. Lonely days sit, lying ancient on my J's lip. Taste be tainted, poison water in the basin. If you relate, then please don't wait before you're locked and caged in. 我刚开始以为你是想要有伙伴，但是后来我又发现你又提到就是去找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可能因为想要伙伴去找工作嘛，对不对？那我就想要有同事什么的，我就发现你好像不是需要伙伴，你好像是一个人闷太久了，很需要一个前辈来指点我一下。哎，刚咨询完了，今天的工作量还蛮多的。订阅制接案法这个课程，也就是我不停那一边的一个之前贩售的一个核心课程呢，它其实是沙漏式的进度。然后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周礼拜四会去上的一个最后一堂课，在教完大家怎么样去使用。大家都知道订阅制是怎么样的一个接案的方式，它的商业模式的逻辑都知道了。但他们有人问我，那我学完了，那下一步呢？今天这一周就是要来就是完成这一整堂课，也就是告诉大家下一步可以怎么样去做，让大家自己去尝试哦。说到底，你还是要有行动，你才可以去接触到潜在客户，或者说去有任何的进度嘛，对不对？因为接案就是没有人会叫你做什么，你只能自己去做。现在就是要去做这个简报，因为所有的简报我还是用手刻的，毕竟我是设计师，就会对这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我的良心认为，高单价的服务不应该是那一种AI 产出的东西拿来搪塞，不管是任何的，例如说简报或者是任何的素材等等的。对，但不是说 AI 不好我自己其实是拥抱 AI 的那一派，只是说你要调教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设计师等级，我的美感做出来的，可能还是要有一段时间。这个订阅制接案法这个课程完成之后，我要下一步去研究的事情，至少 AI 可以帮我加速的话，我是觉得是很棒的。然后最后再让我自己修修改改。OK， 那今天就要来做这个简报啦，今天呢要把它完成 ，Let's go。OK， 现在是早上，已经中午了啦，11点57分。那晚点2点的时候，差不多2点要带我妈去台大 IE 去回诊。她主要是要去看她手的那个副作用，就是她手指的那个甲沟炎非常严重这样子。然后目前还找不到解方。然后很多医生，包含主治医师都说，这款标靶药就是治疗癌症的这个药的经典的副作用，没办法。但是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有办法，就是有至少减缓，不要那么严重。我妈是只要碰到一下下，她就会痛到爆的那一种。所以持续找方法，但是现在长出来的肉瘤还是要甲沟炎，还是要回去处理嘛，就用一些冷冻疗法，或者说硝酸银等等的。那现在先做一点工作，剩下2个小时，我觉得至少要准备好一些工作。昨天做了很多事情但今天还是有很多工作做。Let's go。现在是下午2点半，然后等一下3点会有一场咨询，然后晚上呢会有一场订阅制接案法的第6课，然后没意外的话这是最后一课了。之后如果有什么东西要新增，那就变成 bonus。主要就是看怎么样去让我的学员可以去卖出他的订阅制的方案。所以在这课的准备上其实是蛮用心的，可以给你看我的简报。这个简报实在是哇！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东西，我昨天也是赶到半夜这样子。好，我先继续赶，等一下20几分钟后我要课程的资讯。好 ，Let's go。刚好是3点有咨询，所以现在来上线 ，Let's go。你现在目前是主要是承接公司行号的2包，所以你已经在接案，只是说你的客户大多数都是其他的接案的人转包过来，是这样吗？对，我全职接案，今天是第3年，结束了。一样，我给他7天的时间，让他去思考一下要不要加入这个课程。这样子，很多人都知道嘛，现在卖课程，其实很多人的课程其实都很烂。我讲比较直接一点，是真的烂。刚刚这一位呢，他有说他有去加入过别人的一些课程，然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我觉得他讲的算偏谦虚就是可能有用，但是不适合他。那我自己一直会觉得，就是有关接案这件事情，
我曾经有看过别人写文章说接案这件事很难教哦，的确它很难教，很难教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状况太不同了，所以接案教练课这堂课呢，它其实有很大一个成分都是客制化的，好，所以每一个学员来上完课之后，其实都会得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一套计划，都是我跟学员2个人一起去塑造出来，一起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接案的计划。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中文市场上不停的接案教练课以及所有的服务啦，我敢说已经是最有效的，然后学员也是赚最多的，因为我们每一个的方案绝对都是几万块起跳，一个客户都是几万块起跳，没有在跟你做什么几千块的那种拿来说嘴，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回来回报，我自己也很惊喜，然后也很开心啊，就是大家可以靠我的帮助，然后去赚到钱，就代表它有存在的这个必要嘛，然后也代表变相的也代表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嘛，就这件事情我算是蛮有自信的，但是也一直花很多时间在认真对待所有手上在做的事情。如果这一集出来的时候还没到9月的话，如果你想要去对接案教练课有兴趣的话，欢迎到底下链接可以去看看，到不停的官网也可以找到butin.co。 OK， 那我要继续做简报，晚上还有课，8点还有课 ，Let's go。 现在是6点22分啊，等一下8点就要教课了，就是教现在做完简报这一课，真的是做得蛮用心的哦。总共有37页哦，有一些重复页面，差不多是30几页啦啊，用了很多图示，我还喜欢用 meme， 所以上课的时候大家看到就会会心一笑，这样这些都是会动的，这样尽量还是保持简单啦，然后内容不会到太多的字，我觉得啊，主要就是以我上课拿来讲的为主，这样子。这几天呢，因为就是妈妈的这个要陪她去医院，陪她去诊所这样子，所以又花了比较多时间在陪伴她这样。做的简报反而有点赶哦，但是弄出来了。OK， 好，那差不多，先来休息啦。他就会去思考啊，那我今天全职工作的话，我还不能选错人，而且那个足够工作量一定是那种可以让一个人发挥更多的产能的。它在你身上的成本其实很高，但是你能产出的东西可能价值不一定那么高。OK， 终于上完课了，然后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小工作，然后刚跑去陪了一下我妈，等一下也差不多要休息了。累了一天，也讲了很多话。我发现我讲话很容易，因为想要一次讲完太多话，然后都不给自己休息哦。我还是要练习一下，怎么样把这个话说的比较有起承转合。虽然我已经做好几年 podcast 了，我从2019做到现在，但说话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啦。因为毕竟我并不是有刻意的去练习它，越来越习惯讲话，但不代表我讲得好呀。差不多是这样。那看一下明天有什么行程哦。明天早上10点有一场 podcast。OK， 那我差不多先去休息了，晚安。Be a man, be a man, be a man. Go, let's go！ 你按着刹车，然后按这个狗，有了。哦，要长按，对对对，超可怕的，超破的车。你不知道我是象棋王，不相信。从小超爱玩象棋，我都跟我爸每天都在打。那个我刚刚点的。那明天我中午。你确定？我只能这样等于陷入我的计谋。我只能换啊。像你比较没有优势。买他赌我，我就一定要跑。等一下，怎么样？想到你的计谋了吗？计谋？看来是没有。那我车就会上来。没关系啊，我就上来了。带将军。结束了吗？没事嘛，来了。想要跟镜头讲，也就是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你哦。
其实我在想，我现在正陷入一个有点怀疑自己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其实蛮正常的吧，因为我其实常看很多我的学员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常讲一句话嘛，就是你不能去奢求不一样的结果。如果你做着一样的事情，那我现在就是要跨出这一步，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希望我的年收可以达到1000万。我一直在想该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也有一些头绪，然后前面上一集有去跟很多不同的老板、不同的创业家去讨论，然后也有了一些进展，也知道就是身为创业家，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闪光点是什么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话，好，我叫吕法。那我其实有经营一个品牌，然后已经经营好几年了，从2019到现在它是用 Podcast 起家那个时候的输出的管道就是 Podcast 加上 IG， 然后到现在呢，这个 Podcast 跟这一整个品牌呢所输出的内容可以为我带来数百万的收入每一年当然不是每个月这样子，我没有那么厉害，但我相信未来或许有一天会的。但是呢，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找客户的时候只能靠转介绍的方式去找客户，跟厂商互相介绍这样，他们是没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发客户的，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意思是很多人其实来找我上课，或者说来问我问题的时候，都反而是在担心这个，因为他们现在收入虽然够，但是却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客户的来源，或者说想要有客户的时候就知道该做些什么。平常都是靠转介绍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发现这个情况可能越来越不 OK， 可能就觉得没有安全感这样子。对，那我其实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内容跟我的整个品牌的设定，还有品牌营运的方向其实都很明确，我有办法一直源源不绝的有客户这样子，已经从2023年底开始真的把它商业化之后，推出第一个服务，也就是所谓的接案教练课那这堂课推出之后，一直以来都没有停过，来参加的人都一直有在更新，一直有在更新。如果今天要我去提供新的服务，最可能可以得到1000万的年收的话，我觉得会是一样，就是帮助人家靠这整个内容的 system， 这整个系统化的流程，然后让它运转起来之后，可以让它一直获得客户。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对其他的创业家，也就是真正有在赚钱的创业家是最值得的。前阵子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想要帮客户做的例如说 video podcast 跟质感那些，我想要专攻质感这一块，就想要除了能让他赚钱，还要 focus 在让他的视觉的画面、视觉语言什么的是更高等级的，甚至有一些电影感的。但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下现在市场上很多的 video podcast， 我觉得我可能现阶段来说，我觉得我可能还不一定打得赢我老实说嘛，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的 vlog 什么都拍得还算不错，但是就仅此于不错。如果我跟真正的videographer 或者说其他的就是摄影专业的人去相比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有一点距离或者说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所以我后来就在想，我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重点专攻在我帮客户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可以赚钱的漏斗，让他去运转。我还可以再提供就是每个月的营运的服务，如果他需要的话，我这边有人可以，然后也可以帮他把关他的内容，然后同时也帮他去把关他做的事情有没有在正确的方向内。我回头想想，其实不停这个品牌，如果你有看过我们 podcast 的影像就是在 Spotify 或者说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然后 IG 上面也可以看到。其实不停的影像的处理，我觉得并没有到非常的好像超级高级或者说超级电影感什么的。在早期我在2019那个时候其实没什么人在做 podcast， 尤其是中文市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 focus 在听觉上面。长篇的视觉来说，我就真的就很简单，就只是把左右两个人拼在一起，就这样而已。我觉得我好像可能要再调整一下我的方案的方针，就是不可能现阶段先不要野心那么大，把例如说想要每一块都做好，我觉得先放大我做的最好，原本就做的最好的那一块拿来卖，可能比较容易吸引人。我的目标就是这个方案，它并不是要帮客户去把它打造成网红还是什么的，甚至流量也不需要到真的像网红一样非常高，只是需要让客户持续的可以转换他的名单，然后吸引到精准的客户，这个才是要帮我的客户做的事情，才是最值钱的。因为流量其实老实说不能换钱
我知道有很多粉丝比我多、流量比我高的人，赚的都不一定有我多。就是这我一点就是想法，算是一个创业日记，这样跟你分享看看。我继续忙。